这都1个月了，这早朝皇上他就不能自己去上吗？为什么还要你代理啊？皇上身子尚未痊愈，需要多休息，所以前朝事务我必须多担着些。哼，抱抱。你的宝宝心情低落，拒绝了你的抱抱。君后，早朝时间快到了。贝贝乖，快继续睡吧，我保证等你睡醒睁开眼，首先看见的人一定是我。好了，你快去吧。没想到这皇帝还挺辛苦的，这么早就要起床去当牛马，都怪帝长金那个大猪蹄子天天翘班，却让我老婆去帮他顶班，真是欺人太甚。帝长金，还我命来，还我老婆！你有病啊！对啊，你有药吗？朕看你真是病得不轻了。我就是想来问你一句，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自己去上朝？朕龙体尚未痊愈，不可操劳过度。切，你装，你可劲装，你自己不尴尬吗？不是你说的吗？只要自己不觉得尴尬，那尴尬的就是别人。尊敬的陛下，您作为一国之君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？阿婉可没睡在朕的卧榻之侧，倒是夜夜宿在你之侧呢。我就知道你是故意这么整，因为你心里堵着气呢。哼，你们俩，一个是丝毫没问过我意愿，就强行把我推上这地位；一个是为了和心上人在一起，就每天给我下药搞垮我身体。现在你俩想双宿双飞了，就嫌朕碍事了。朕不好过，凭什么你俩好过？没有嫌你碍事，这不是担心你皇权不稳吗？皇帝不急太监急呀！我才不是太监，你才是太监呢！来人，把北山君拖下去，赏50大板。哎呀，皇上，我最亲爱的皇上，我错了，再给次机会吧。起来吧。我就知道皇上你是吓唬我的，你下次可不能再这样啊！我这人胆子比较小，要是我哪天被你吓死了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。你和他除了脸，其实性格、脾气真的一点都不像啊？谁啊？除了脸，皇上，你刚才说的人是指北冥九吗？皇上是不是梦见以前的一些事了？皇上，你现在想起北冥九到底是种什么感觉啊？讨厌、喜欢，还是不讨厌也不喜欢？又或者是又喜欢又讨厌？悲伤。还记得我问你怎么才能帮你完成任务？你说我需要你说你喜欢我，并亲吻我的额头。我震惊任务的简单，你却说就是这么简单的事，这是原主到死的执念。唉，当时我脑海里不禁回想起很多年以前和他在一起的画面。那时我们没有隔阂，畅所欲言，相处愉快，直到那道赐婚圣旨下来。这3年来，我时常回想起你说的那句，是啊，就是这么简单的事，却是他到死的执念。而每次想起，心也跟着莫名的抽疼。唉，死了的黑月光全变成朱砂痣了。如果我在接到赐婚圣旨时，不是一腔愤怒的去找他对峙，而是真诚的询问他对我的感情到底到了哪种地步，耐心聆听他满腔无法诉说的感情，试图去理解他爱而不得带来的痛苦，他的心
是不是就不会被记恨全部占据？那肯定啊，哪怕你告诉他一声，那些侍妾并不是你让人抬进来的，而是陈妃娘娘让人送来的，他也不至于把他们活活折磨死，极度让人面目全非。是啊，我明明对他的痛苦并不是毫无察觉，却稚气地装作视而不见。我口口声声说他恶毒，但他在未嫁我之前并不是那样的人啊。他没嫁给你之前是怎样的人呢？他从小就喜欢各种漂亮的东西，最喜欢花，各种各样的花他都很喜欢。他也很聪明，喜欢看书，悟性很高，动手能力也特别强，剑术更是在我之上。他还喜欢钻研各种美食，每次京城有新开的馆子，他都会带我去。所有菜式只要他吃过一次，他就能动手做出一样的味道。所以他在没嫁给你之前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人。是啊，其实在我眼里吧我觉得你挺渣的，这也是为什么我对你这个人一直喜欢不起来。你总是口口声声地说他恶毒，害死8条人命，可是这一切不是因为你的不作为而促成的吗？就像一个挟持了人质的人，你不仅没有好言好语地劝他放下手中屠刀，还各种暴力行为加话语去不断地刺激他。所以你真的很无辜吗？而且对方不是陌生人，是你从小就认识的兄弟朋友。当初小白挟持99个祭祀人时，我要是和你一样，保不准他就是第2个北冥9了。那你还说什么强扭的瓜不甜？你懂什么？我不这样说，怎么试探出小白的底线在哪儿？还有我那个系统，我要是一上来就直接满嘴答应，他还愿意帮我想个2全其美的方法吗？还比如，我要是刚传来就直接阉了太子，替你扫清一切障碍，你还会心甘情愿地配合我完成任务吗？你倒是惯会揣摩人心啊。嘿嘿，本宝宝孩童起就在外游历10几年，什么人和鬼没见过，横竖逃不过一个人性如此。说，你们2个孤男寡男的独处一室在干什么？是不是在我头顶种草呢？你怎么把头发剪了？嘿，因为他们都说我短发好看，且攻气十足。他们是谁？哎呀，他们就是他们了，说了你也不懂。可以开饭了没啊？我饿了。阿婉，吃这个。小白，多吃点。阿婉，尝尝这个。他是我的。北山君是不是忘了，你之所以能留在宫里，是因为朕向天下宣告纳你为妃。现在连你都是朕的，你的什么都是朕的。你还好意思跟我提这件事儿？现在整个京城都在传本宝宝是你找的北国公替身，我呸！我留下来是为了小白，结果整的我是为了你这么个大猪蹄子似的。哼，你还不满吗？你白天顶着2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身份在宫里宫外横着走，晚上又霸着朕的君后，这天下人皆以为朕是人生赢家，殊不知朕才是那绿到发光的绿毛龟。那不然我现在走？不要走，直接跑起来。哎呀，我不活了！天天寄人篱下，还要被他阴阳怪气的嘲讽，一言不合还要让人打我板子。那皇上明日早朝自己去烧。对不起，我没听见。对不起。这有脑婆疼的男人就是底气十足啊，不像某些孤家寡人哦。哎呀，受了委屈也只能大掉牙齿活血吞。吃饭也堵不上你的嘴。你头发怎么又变长了？朕画的可不是你。喝完了。这家伙又受什么刺激了？每次来送药就跟变了个人似的，不想送可以不送。
要亲自南下巡演？私盐贩卖屡禁不止，是因为巡盐御史任期过短，权力又缺乏制约，加上盐场淹没自然灾害，盐税不减，民不聊生。那我和你一起去。巡盐，朕亲自去。朕倒要看看，到底是哪些魑魅魍魉在欺上瞒下。不可，皇上怎能轻易离京？他刚才不是说他也会去吗？我可没说要和你一起去。北山君听旨。你看他。是，皇上，北冥接旨。我发现你这人蔫儿坏，不干人事儿。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你说谁是狗呢？你还好些。天菩萨，你真是会睁眼说瞎话。你没看出阿婉都有些烦你了吗？他每天为了各种政务烦心的要死，你还缠着他各种腻歪，也就他脾气好没表现出来，要是朕早就让你滚。那罪魁祸首不是你吗？你堂堂天子，却天天躲清闲，不理朝政，都丢给我脑部。那是谁把朕推上那个位置的呢？且阿婉那么兢兢业业地帮朕干活，毫无怨言。我就是想让朕不把你赶出宫去，所以到底谁才是那个累赘？狭奸嘴利，小人之相。北山君先前对遭遇伏击，为了安全起见，队伍需一分为二，一队继续前行，一队另外绕山避行。我带人继续前行，你带人绕山避行。不行，我继续前行，你绕山避行。好，注意安全。唯愿最初目光一如过往，不问世间悲欢，只诉愿望。听清少爷，少爷你在哪儿啊？在这。坚持住，我们这就救你们上来。多谢侠士出手相救，请问高姓大名？英雄且慢。侠士救命之恩，还请留下大名，日后定当涌泉相报。对呀，所谓救命之恩，当以身相许。你别来无恙，像最初一样。看我的。侠士，等等我。既然选择回来了，怎么不和他相认呢？我早就知道你其实从京城就一路跟着我们了。我为什么那么迟才带人赶到，就是为了逼你出手救他。你是从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哼，在宫里时，你虽然尽可能的少出来活动，但总会有那么一两次巧合被撞上。北山君，您怎么走得这么快啊？什么走得这么快？我一直都是这个速度啊！啊？可您刚才不是还在东御花园吗？这怎么一下就到北门这边来了？长翅膀了？若是别人可能懒得追究那么多，但我却觉得不是巧合，因为那天正好皇上又莫名其妙地跟我说，你今晚还要亲自来给朕送药吗？啊？不用你每日监督朕喝药，朕岂会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？我昨晚亲自给你送药了？哎，不行，这以后的药就得我每晚亲自给你送过去。皇上，你少得了便宜还卖乖，所以第二天晚上我就躲在皇上的寝殿外，等着那个送药人出现。果然如我所料，时间一到，你真的端着药出现了。摘掉面具，见个面呗。北冥酒。就算命注定，与我已无妨。
按理说我俩应该是长得很像的，不然地长青也不会没认出来。但为什么我自己却不觉得我俩像呢？没错，这才是正常现象，因为你自己看自己和别人看你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懂？哼，果然是你搞的鬼。本宝宝能有什么坏心思呢？不过是多抓一个人帮我去完成任务而已。哈？所以你让他干什么去了？也就是送他去修仙界待了个300年，然后帮你阿父练重塑身灵丹喽。什么？我阿父能重塑肉身？原来是他。其实一开始本系统是直接找的他本人，希望他在得知自己凄惨的结局后，能想办法给自己逆天改命，绝地反击。结果他却说他做不到。没办法，我只能找外援来帮他了。然后本系统就找到了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你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按照剧情他本不该死的，却被林长青一个小小的巴掌就打死了。我操！系统你牛啊，逻辑闭环了。所以你替他完成任务，他也替你去给你阿父重塑肉身，最后你如愿以偿为你阿父重塑肉身，他则是希望重新回到自己的世界，因此我就把他送回来喽。狗系统，你是真狗啊！我说那天我选择先不回自己的世界留下来时，你非得把我的头发染成白色，还说什么读者们喜欢我白头发，觉得我白发帅。原来你在这儿等着我呢。本系统该说的也说完了，回去。原来我一开始居然只是个备胎，果然有些真相知道了还不如不知道呢。阿九，命运太过顽固，让我选择去孤注。阿九，我是真的有很多话想对你说，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？其实很多事情我也是这3年来反复回想，揉碎了去想，才渐渐的一点一点想通的。6年前在刚接到赐婚圣旨时，我内心除了深深的震撼，就只有满腔的愤怒，愤怒中又夹杂着被人背叛的羞辱感，所以那时没有去顾虑你的感受，只管将一腔无处发泄的怒火散在你头上。后来一切物是人非，我终于如愿以偿摆脱了那一纸赐婚，心里却空落落的。我才终于愿意心平气和的挥手去看当年场景，不禁反问自己，事情真的有糟糕到一发不可收拾吗？其实并不然，只是6年前的我真的参不透，就觉得我的人生一眼就望到头了，全毁在这件事上。所以我恨，我怒，我哀，我拒绝你所有的讨好，冷眼旁观你所有的痛苦，甚至看见你越痛苦，我心底升起报复得逞的爽感。人心太过贪图，早就不够去对不起，阿九，真的很对不起。如果我当时能成熟一点，不被愤怒牵着鼻子走，能心平气和的坐下来和你好好谈谈，我们也不会把彼此逼成自己最讨厌的那副嘴脸。才能义无反顾，心粉身碎骨也不能虚度，爱已陷入骨，用尽一生去投入。地长青，这3年来不是只有你变成熟了，我也长大了，所以我原谅你了，也希望你能原谅我当年伤害你的种种。对不起。地长青，我祝你往后幸福快乐每一天，以后山高路远有缘再见，海阔天空无缘重逢。用尽一生
阿九，阿九，我喜欢你簪花的样子，喜欢你撑着下巴安静看书的样子，喜欢你每次射箭时利落潇洒的样子，喜欢你每次吃到好吃的2个腮帮鼓鼓的样子，喜欢你每次眉眼弯弯含笑的看着我的样子。哎呀，道是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总算是把巡演的任务完成了，过几天我们就收拾收拾，准备回京城吧。这段时间以来辛苦你了，你先带人回京城，朕和阿九去一趟东瀛。什么？你们不一起回京城吗？3年前，你为了不连累北氏族人，把他们都事先送去了东瀛避祸。朕和阿九此次是想去接他们回来。啊，这样啊。不过皇上，你要亲自去接吗？不然还是我去吧。好吧，那这件事就交给你了。皇上，其实我刚才就是客套一下，你看要不还是你们去吧，我很忙的。阿九，昨晚的醋淋狮子头好吃吗？今晚又带你去吃，可好？小白，他们俩欺负我，先是忽悠我应下去东瀛岛的差事，然后又撇下我去外面逍遥快活，连京城都不和我一起回来。贝贝不哭，等他们回来后，我帮你收拾他们。果然还是老婆最好了。老婆好香香啊。我已经让人备好了温泉水，你先沐浴，然后吃饭。不要，沐浴后要先吃老婆。快去吧。火锅我要吃鸳鸯的，沐浴当然也要鸳鸯戏水啦。贝贝啊，贝贝是从什么时候喜欢我的呀？看到你第一眼的时候就喜欢，只是那时候并未想过和你怎样。毕竟在我看来，最后你和皇上才会是一对。那你呢？我也是第一眼就喜欢贝贝了。切，你骗人！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你明明很怕我。又害怕又喜欢。我猜你应该是从那次在马场，我当面维护你，扇白娇娇巴掌，然后你才喜欢我的。后面我又说让管家从王府派个嬷嬷去白府照顾你娘，你便彻底沦陷在我的魅力中，无法自拔了。是这样的呢。小白，你能和我说说你以前在白府的日子吗？关于你的一切，我都想知道。那我从头给你说说。我祖父本是江南一名伶人，因弹得一首琵琶绝技而获得当时的巡抚大人赏识。那位巡抚大人正是镇安侯，也就是先皇的舅舅。镇安侯把我祖父带来京城，举荐入宫，因此我祖父有幸在宫里谋了一份差事。因着这样，我们家与镇安侯府来往密切，我父亲也因此与先皇自小认识，两人也成了挚友。我姑姑也与先皇成了恋人。后来我父亲为了助先皇夺得帝位，毒杀了当时的太子，我们家也因此被株连九族。或许是我父亲对这个结果早有预见，所以在我出生时，他对外谎称生下的是一位千金。从出生起一直到西家超斩，我都是被当作女孩养的。小时候我也一直以为自己就是一个女孩。西家后最后，我母亲把我交给了她的贴身婢女。所有人都在寻找西家千金的下落，却不知西家千金实际上是一个男孩。因此我被安全带离京城。我娘亲带着我一路流落到京城，为了带着我活下去，我娘亲只能委身做了白家家主的妾室。娘亲为了让我传承西家，教会了我西家的琵琶绝技。皇上正是一次路过时偶然听到我弹的西家绝技，
猜到我可能就是西家人。小时候因着父亲与先皇的关系，我与皇上小时候甚熟。不过他小时候过得并不好，总是被2个哥哥欺负，我看不过去，就总是去找先皇告状，所以皇上也一直以为我是女孩，因此再相遇后，他就直接来白家提亲。而白家明知我是男孩，却不想因此失去和王府结亲的机会，就逼我男扮女装的嫁去王府。白家想着，就算王府那边知道我男扮女装后问责起来，他们只要把所有的责任推给我就可以了。而我娘亲还在白府，为了娘亲，这罪名我也不得不认。这白府果然可恶得很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对于白家来说，我本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外人。后来我进了王府的事儿，你也都知道的。我就想问你，用99个祭祀人的方法是谁告诉你的？你是不是以为是你那个系统告诉我的？我就知道是这个狗东西。不是他哦。啊？你走后，我一度颓废，思念与爱意在心中郁结难解。后来越想越觉得不如一平了结自己。幸好姑姑来了。阿文，姑姑，阿文，我有办法让他重新回到这个世界。真的吗？不过在此之前，你得先把属于你的本命走完，筑地长境，登临帝位，并成为他的君后。完成这些后，你就可以打开看了。阿文，记住，他回来后一定要竭尽全力地把他留下，因为他虽心愿达成，但却始终对于这个世界的事情耿耿于怀，郁结于心，最后郁郁寡欢，英年早逝。所以你的意思是我本来是要抑郁而亡的？姑姑在告诉我这些后，很快就生了重病，不过几天就撒手人寰了。先帝也因此一夜白头，缠绵病榻1年后驾崩。那西皇贵妃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呢？姑姑说她也是穿越的，她是胎穿，而且她也有系统，她的系统比你的系统更加厉害。好家伙，原来西皇贵妃才是真正的大佬。哎呀，早知道我之前就该多去抱抱她的大腿的。难怪西皇贵妃就算不让先皇胖，先皇也甘之如饴，并且宠冠6宫。大佬啊！我想姑姑现在在另一个世界应该很好吧？小白，谢谢你。我一直以为是我拯救了你，却不想你也救了我。一如我以为是我替北冥九解开所有心结，却不想是他替我实现了我此生难以企及的心愿。贝贝，我喜欢你，好喜欢好喜欢你。小懒虫，快醒醒，该上朝啦。傻瓜，今天过年啊，不用上朝。对呀，我睡迷糊了，不记得这茬了。那快点继续睡吧。睡不着了。你要早起上朝时，我就困得要命。这会儿能睡懒觉了吧？我却睡不着了。那起来。起来干什么呢？看雪，对于雪人打雪仗啊。哎，好。花开在我心房，如昨的目光，归雁一成行，转身有你在身旁。以前在白家时，我很讨厌过冬，因为衣服很薄，也没有炭火，全身上下一天到晚都很冷很冷，冷得让人想死想疯。但是现在的我最喜欢过冬了，因为每次我感觉到冷的时候，就抱住北北，抱着北北后，我就一点也不冷了。小白，喜欢吗？他们俩不会还没发现，我们早就在这儿了吧？专心看朕为你准备的烟花，不要管别人。阿成，新的一年是什么年呢？是马年哦。那我祝皇上马到成功，万马奔腾，马踏祥云，
平安顺遂。